亲爱的灵魂家人，塔罗牌确实是可以通过当下你的能量去预测你的未来，最准确呢是预测1年之内会发生哪一些人事物的情况。那么今天呢，我们就通过这个占卜来了解一下2024年的下半年你会有怎样的桃花运势，在什么时间，在什么地点会遇见怎样的缘分，让我们提前准备好，让我们可以预知一点点未来的桃花运势，不容易错过缘分，抓住我们身边的爱情。那目前桌面有3组塔罗牌组，每组牌卡都是完全不同的讯息。最左边是第1组，中间是第2组，最右边是第3组。我们要根据当下的能量进行牌卡选择，所以先要做一个静心的冥想小仪式，请跟着我做。首先，腰背挺直，肩膀下沉，大口吸气，大口吐气，把我们的专注度放在眉心之间，如果可以的话，请闭上眼睛，排出所有的杂念，什么都不想，吸气，吐气，然后我们在心中默念：亲爱的宇宙，请告诉我2024年下半年我会有怎样的缘分，感谢你的指引，我将准备好迎接好的缘分，好的感情。询问完之后，睁开眼睛，看到的那张牌卡就是宇宙要给你的讯息了。在视频下方的信息栏有对应的每组牌卡的时间，点进去就可以聆听占卜。也记得在接收视频讯息之前，公屏打出来，接受好运，接受宇宙祝福，我是幸福的等等的一些字样，让我们吸收此视频的能量，让我们吸收宇宙爱情的能量，也并且表达你的感恩之情，让我们提升运势。一个很小的动作可以帮助我们有更多美好的显化哟。留意好了吗？我现在开始为你做占卜喽。亲爱的，我们来接受宇宙当下给你的讯息。那么下半年我们会有怎样的情感运势缘分？首先来检测一下你自己的能量状态。也许当下呢，你对于感情有一些困惑，有一些茫然，你不知道自己适合怎样的爱情，未来会出现怎样的恋人，或者是自己的脱单时间是什么，或者是目前呢自己的感情能开花结果吗？你喜欢的人他也会喜欢你，注意你吗？当下呢，你有一定的不确定感，你也可能感觉自己在人际关系里面少了一些掌控权，感情的发展不像你所期待的那个样子，有一些不知所措，或者是感觉自己在感情里面少了一些激情跟动力，没有对爱情那么多的一些向往了，更多的时候呢，想自己一个人待着，其实只是没有遇到对的人而已。或者是你不知道对的人呢到底是到哪里去寻找，可能当下呢你也在思考如何去激发自己对爱情更多的一些兴趣渴望，你希望让自己重新焕发情感的活力，或者是当下你很想去谈恋爱了，你很想有更多浪漫的举动，但是什么时候会出现呢？又会在哪里相遇呢？其实所有的这些困惑呢没有关系，是让你更多的去了解你自己想要怎样的人，想要怎样的一个感情。下半年确实会出现好的一些缘分的，完全不用担心紧张哦。而且在感情里面呢，你也会有很安心很稳定的收获的。首先，下半年在你的生活上面是衣食无忧的，自己的事业上或者是学业上有一定的成就，会被老师啊、同学啊、同事啊或者是老板所认可，你对自己的生活质量其实也是比较满意的，你也会很好的展现你自己的魅力，你的身材会变好，
你的外在形象气质会变好，你的精神上面也是丰盛的、积极的。那这种比较好的能量呢，就会吸引到阳光健康的人来到你的身边。在感情里面，你是想遇到那种跟你精神上面有共鸣的人，大家的价值观、三观是比较合的，可以聊到一起去，可以玩到一起去。那么宇宙告诉你，下半年你会遇到这样的人，或者是当下你就有心动的人的话呢，那么在下半年你很可能跟对方只要展现更积极的一些互动，不要过于的被动等待对方去跟你联络，你主动性的话呢，说不定你们之间会建立更持久的关系，在精神上面有更多的交流，然后在现实生活里面有更多的约会之后呢，可能会循序渐进的让对方更多的认可你，让对方想要更多跟你在一起的状态，他会开始欣赏你哦，想要跟你建立稳定的情感关系。而且对于单身的宝宝来说，很可能在下半年会遇到让你比较满意的人，这个人呢是保守的、传统的、谨慎的，他对待爱情的选择呢也是比较负责任，不想要有任何情感上面的暧昧啊，或者是短暂的激情。你有机会遇见好的缘分桃花，但是在遇见自己喜欢的人的时候呢，有感觉的人的时候呢，一定要主动哦，不要过于的羞涩被动去等待对方来追求你了。你可以积极的去做一些表示或者是暗示，让对方看到你对他的渴望跟欣赏。那该赞扬的时候赞扬，该说一些比较认可的话，该说一些想要跟对方有更多互动邀约的话呢，那就积极的展现出来。在主动的活力的互动之下，很可能会建立比较好的情感关系，让自己在感情里面呢有足够的收获。所以下半年哦，你会很注重精神上面的需求，在享受自己生活独立，在自我更多自信的状态之下呢，你是可以分享你的情感喜悦，你是可以抓住生活中的缘分美好时光的，好吗？保持主动联系。好，接下来我们就看一下具体会有怎样的缘分，在什么时间、什么地点相遇呢？下半年你会有很浪漫的约会，那么也代表着你会遇到对的人，而且呢，在关系里面大家属于开放型的关系，这一点很好，不会过于的控制或者是想要去改变对方，两个人会循序渐进的去发展情感。最刚开始呢，不是以结婚、以谈恋爱的目的去进行联络，去互相认识的，更多的是一种对对方有好的感觉，有比较多的认可，但是呢，并不会很着急的把它放在爱情的这个位置里面，会更多的探索或者是去了解对方。那么这是一个比较成熟的状态哦，不会一来因为有一点点的感觉，那就开始思念啦，或者是开始急于求成啦，而是更多的享受一种轻松自在的状态。大家有时间的话呢就联络，没有时间的话就各自安好，是一种不急不躁的这种心态。反而在这种心态之下呢，在一起的时候就是充满着热情，不在一起的时候就没有任何患得患失的状态，不会太过于的给这份情感加一些包袱，或者是有太多的目的性哦。在这种很自在自由的状态之下，
那么你们的关系其实会慢慢的走入到深爱，走入到真爱之中。所以下半年呢，会遇到自己的真爱哦。哇，一定要好好的抓住这样的一个缘分。可能你的真爱呢，他是一个比较内向害羞的人，他不会太过于的主动，有一点点的被动在情感里面呢。他是一个喜欢低调，不喜欢成为别人注目的焦点，比较倾向于在一旁观察别人的人。所以在刚认识他的时候，你会觉得他有一些冷静，没有太多的一些激情，他可能也不会夸夸其谈，讲他的一些对你的想法、期待，对于爱情的渴望。更可能的，它是一种顺其自然、随波逐流，或者是很理智的一种状态。那么在感情里面，宇宙告诉你了，你就一定要主动一些。那这个人呢，他也许有一定的社交恐惧症，也许他很年轻，或者是很单纯，在人际互动里面呢，他会有一些不知所措，没有太多的爱情经验、爱情技巧，所以需要你给他一定的引导。那么另外呢，在热闹的这种社交场合里面，他通常是宁愿坐在旁边去享受这种热闹的氛围，可能他不会积极的参与到互动，特别是认识陌生人的时候，他不知道去讲什么、聊什么，而且人多的这种热闹场合里面，他就会有一点小小的尴尬，或者是有一些退缩。那虽然在社交的这种场合里面，他表现得比较安静哦，但其实他是渴望人际关系被大家接纳、被大家理解的。所以你给他提供温暖、亲切感，主动向他示好的话呢，你们是可以有更多的互动的。那么这个人跟你也是有一定的业力关系，你们是在这一世投胎之前，可能某一世就有相遇了。也许在相遇的时刻，有一种没有办法解释的很强烈的吸引力，就是感觉有一种似曾相识的感觉，也许是在平行空间，也许是在梦里，或者感觉他身上呢是有一些熟悉感的。其实你们两个人呢是有很强烈的这种情感波动的，今生呢注定会相遇，而且你们两个人相遇之后呢，会经历情感上面的考验哦。在这个考验，在情感的互动之中，你们会有更多爱情技巧的学习跟成长，在灵魂上面是有更多的进化的。两个人会有互相激励、互相学习的状态，而且这个情感可能不会太过于的顺利，而总是会出现一些小的问题。这些小的反复问题出现呢，给你带来感情的挑战。但是在这些挑战里面，你们会彼此有更多情感上面的疗愈的。你们也会释放感情旧的一些伤口，或者是对于思想上面的一些束缚。大家呢可能在想法上面更加的开阔，对于自我有更多的一些认知。其实业力关系呢并不是负面的，有的人可能一听到业力关系就害怕了，害怕情感里面互相伤害啊，或者是出现一些金钱上面的诱惑啊、欺骗等等的。其实我们每个人的灵魂到地球来，我们都是来修行自己的业力关系的，所以我们跟周围的所有的人事，其实多多少少都有一些这种业力的消耗。正是通过这些业力关系不断的运转修行，才会让我们有更高层次的灵性的发展。所以它的出现呢是极好的，可以更快的让你灵魂上面有更多的进化的。所以它的出现呢是会对你今生的爱情观，对于爱情的选择有非常长期的影响的，可以说是今生未来的爱情都会有一定的影响哦。你们彼此呢会有非常深刻的记忆。好，那我们具体就来看你们相遇的时间呢，
有可能是秋天，看到这个视频之后的秋天，也有可能我们这边出现了数字10天之内，10个礼拜之内，或者是10个月之内，肯定不会超过年份，好吗？那也代表着它非常快的就会来到你的身边。你们相遇的地点呢？首先我们出现了死神这张牌卡，代表着转变、结束或者是新的开始，那么可能暗示一个需要改变的地方或者是情景里面相遇的。比如说疗养院啊、医院啦，或者是疗愈场所、修行的地方，或者是心理咨询室，或者是一个废弃的建筑物，也可能在你去到一个新的地方、新的环境里面遇到的他。也许你下半年会去新的公司，或者是会去新的学校、新的培训班，总之很有可能是在一个你不熟悉的环境，你甚至没有去过的地方，然后相遇的。也有可能呢，他是你同事或者是同学，因为我们这边出现了五角星4重这张牌卡，这张牌卡呢代表着学习成长、新的机会，它可能也跟教育、财富和事业、职业有关。那对于有的宝宝来说，可能是在学校啦，或者是大学、图书馆、书店、研讨会、职业培训中心，或者是在科技公司、金融机构、户外的工作场所，也有可能是通过你的事业认识的。接下来呢，我们还出现了圣杯9这张牌卡，这张牌卡代表着满意、快乐和愿望实现，也和庆祝啊、享乐的这种活动有关。比如说餐厅、高档的酒吧、派对、庆祝活动、度假村、艺术展览会、音乐会，就是很美的，然后有水杯的地方，可能有咖啡啦，有酒啦，有茶呀，有食物这样的地方。那也有可能是在阳光明媚的场所环境，比如说海滩、公园、游乐园、户外活动的场所，或者是度假胜地，也有可能是在音乐节，或者是露天市场、周末集市、婚礼，也有可能呢是在一些画廊，有艺术氛围感的地方，或者是情感流动丰富的地方，约会的一些地方，也有可能是咖啡馆啦、瑜伽中心啦，或者是在博物馆。我们这边出现了2张牌卡，都是有水杯的，很可能是在一些聚会上面、活动上面。你们认识的时候呢，应该周围是有年纪比你们大的人的，或者是在一种有多人集体的这种状态之下认识。最多刚开始的时候是一种思想上面的交流，大家可能会讲同一个项目话题，或者是在研讨同一个问题。慢慢的会发现，这个人呢其实蛮有想法的，有很多新鲜的 idea， 或者是很聪明，你对他就开始展现了兴趣。在接下来呢，最刚开始是正式的一些交流啊，比如说你们是同事关系的话呢，最刚开始只是讲工作上面的一些事情，你们的情感发展呢其实是很慢的，不会太快的就表达互相的这种情感喜欢，并不是一见钟情的爱情。但是很好的是呢，大家在更多的思想交流之后，会发现对方的智慧，会发现对方呢跟自己的想法有很多不谋而合的地方，他有很多的观点看事情的角度其实跟自己蛮像的，也对对方呢有更多的一些认可，慢慢的就会建立很稳
定的情感关系。大家会从工作上面的话题慢慢到分享生活，分享自己的信仰，分享自己对未来的看法，然后在更多互相的熟悉、支持下面去建立情感的深度，去培养出爱情来的。所以最刚开始只是有好感了，对这个人呢是有一定的好奇之心的，但是慢慢会发现呢，其实跟这个人的沟通是非常顺畅的。那么当下呢，宇宙告诉你无论如何在感情里面，你需要尝试去敞开自己的心扉，接受新的情感体验。之前呢，你有任何的感情经历都把它放下，不要回在过去，更加的去开放心态，迎接新的一些机会，也要珍惜你身边的人际关系，你的朋友关系，说不定呢，你的朋友会助你一臂之力，说不定朋友在邀约你去参加一些聚会，参加一些活动的时候，你遇到了这个人，那也说不定呢，你自己再去参加一些活动的时候，表现得更加的积极外向，去主动和你有感觉的人，或者是主动跟别人搭讪吧。那么当下宇宙告诉你，在面对感情的时候，不要过于的保守，过于的谨慎去挑选了。有的人可能初次见面的时候没有心动的感觉，但是可以越聊越投机，越聊越合适。最主要的是你愿意保持一个开放的心态去迎接新的机会，不要凭着第一眼的感觉就去肯定某人或者是否定某人。那在一个派对或者是聚会里面呢，你愿意主动的去跟陌生人交流，保持这样的一个好奇心，其实是可以增加缘分的机会的。在寻找爱情的时候，关注那些和你有情感共鸣、有共同价值观的人，而不要太过于在乎对方的外表啦，是否是帅气漂亮的啦，身材是否是好啦，或者是他的穿着打扮是否是时尚的，也不要去看他的经济状态。特别有些女生在选择恋人的时候，可能受到父母的影响，一定要选择一个事业比较好、家庭条件比较好的，那么其实是在误导自己。最主要的是找到跟自己能思想交流的，大家呢是可以玩到一起去的一种合作陪伴的这种关系，其实就像是在挑选一个你最好的知己朋友，最好的异性闺蜜。所以亲爱的，你要选择一个你对他呢是有生理反应，但是呢思想上面是可以完全匹配的人。所以我选择思想匹配的人，那么就要去主动的跟别人进行思想上面的交流了。只有在有更多的聊天之后呢，你才可以知道这个人合不合适。所以宇宙希望你可以在感情里面有更多的一些耐心，更多的一些理智。当然在下半年呢，也多去参加一些活动，让自己流动起来，走动起来，让自己呢有更多互相支持平等的一个关系，不要太过于的被动了。别人今天可能邀约你出去玩，那么你可以跟对方出去玩聊一聊，如果觉得还可以的话呢，那么下一次就你主动的去邀约对方，这样呢就是在一个平等的关系，不要总是等着对方来邀请你，对方来买单，这样可以建立互相尊重的基础。另外呢，在感情里面放下对安全、对控制的过度执着，珍惜你的友情关系。说不定朋友对你的邀约，然后你答应之后，在这个一起聚会的过程里面会遇到这个有缘人，好吗？积极的去参加一些社交的活动，不要以结婚为目的去选择恋人，更多的是一种比较潇洒的态度。在一起如果开心的话呢，那么就多在一起，每一次都是开心的，那么未来大家肯定也是开心的，好吗？好，亲爱的，那我们今天的占卜就到这里哦。记住哦，下半年它可能出现的地方，它可能出现的场景环境，多去这些地方走动起来，展现自己的魅力吧。
好，那我们今天的占卜就到这里，我们下一期再见，拜拜。亲爱的，我们来接收宇宙当下给你的讯息，看一下下半年你的桃花运势如何，身边会有哪一些比较强的缘分呢？今天通过这个占卜，我们就来看一下有怎样的缘分在你的身边，你要抓住什么，然后在什么时间、什么地点会出现好的桃花，让我们不要错过。哇，非常不错哟！下半年呢，会有你的灵魂伴侣出现，会有好的桃花缘分，我们是可以积极的去抓住的。好，等一下再来展示其他的牌卡。那么首先下半年你自我的能量其实是在更积极、更正向的转变上面，你有蛮多的一些升华的，而且桃花运势也在不断的上升之中。首先呢，你自己会摆脱一些枷锁，可能当下你对于爱情、人际关系没有那么多的一些投入，你想投入在自己的事业或者是个人的性格、品德、生活稳定的修行上面，那也许你会很重视自己的生活质量，对于爱情没有那么多的渴望，当然有期待啦，只不过不会太过于的主动去寻找自己的爱情呀，去让别人介绍给你呀。那在下半年呢，可能对于爱情的态度会更加的积极、热情、有活力一些。遇到自己有感觉的人，你是可以主动的去联系，那主动的去邀约对方的。即使你是女神的话呢，你也不想过于的被动，你会去积极的展现自己的魅力，这一点很好。另外呢，你也会摆脱自己思想上面的一些束缚，不会过于的传统，过于的保守，可能会更加的开放，愿意去接触自己没接触过的人啊，愿意去讲自己没讲过的话，愿意去自己没去过的一些环境场所，去增加遇见好缘分的机会。那下半年是有一些让你可能之前没设想过的情况出现的，比如说，如果你是一个不喜欢姐弟恋的人，你可能不喜欢年龄比你小的人，说不定下半年会遇到这个好的缘分，他年纪就比你小，但是呢，你不会过于的限制自己，你不会因为对方年纪比你小就觉得对方比你幼稚，反而你可能会保持着一个好奇心，那去探索一下，那两个人思想合不合，其实会发现对方好像年纪比你小哦，这是年纪是个数字，但是他的思想上面可是比较成熟的，可能是有更多适合你关怀你的这种能量所在，依然可以保护你的，所以会纠正一些你的过去的一些想法。那也有可能你是不太接受跟外国人在一起的，说不定在下半年你遇到了一个和你生长环境完全不同的人，但是呢，你不会过于的拒别人千里之外，还是想要去了解一下合不合适，所以这种想法更加的开放。也许有的朋友，你可能不希望网恋或者是远距离的恋爱，但是呢，你会打破这样的一个思想枷锁，愿意给予缘分更多的一些自由，愿意接受老天爷给你更多的一些安排，给别人一个机会也是给自己一个机会，何必过于的固步自封呢？还是去了解一下，去体验一下，去尝试接触一下，说不定会给自己带来更多的一些选择可能性，更多的一些可能性。所以你也会在人际关系里面更好的、真实、自由的去表达自己。对待于感情呢，也会有新的一个视角。出现感情的这种挑战障碍的话呢，也不会逃避哦，也可能会很好的去沟通，也可能很好的去理解彼此，也可能用新的一个角度方法去克服情感上面的障碍，所以自己的这种积极性是很强的。除此之外呢，你也不会过于的去
控制这份情感，不会给感情太多的一些边界啦，或者是压力啦，或者是条条框框，不会在遇见自己感觉还不错的人的时候去设想你们的未来，去给这份感情太多的一些规矩原则了，而是呢，最主要的是重视当下，享受此时此刻，跟对方在一起的时候，那么大家就可以开开心心无忧无虑的去聊啦，去玩啦，去感受彼此情感上面的连接，而不会用一种审判的心去看这个人，那是不是适合的，未来能不能生活在一起的，或者是他有没有不好的生活习惯，不会给自己太多的一些杂念，让这份情感的复杂化了，反而做减法，更多的一些简单。所以这种比较好的灵活的想法，还有你自己更多的一些情感适应能力是让你可以在感情里面有更多的升华，更多成熟，更多的包容，更多的自在轻松跟随性，这种状态开放的心态是可以给你带来感情新的一些体验的哟，也会帮助你桃花运势增强，在你的生活爱情里面呢，是会带来积极的能量跟变化的，而且呢，你也可以抓住一些情感的缘分，让自己的感情生活有更多的激情，有更多的机会。所以下半年你的桃花不只是一朵，有可能有几朵，可能会有几次缘分出现，但是今天给你讲的就是对你最关键的一个缘分，就是你的灵魂伴侣会出现。这个人呢，他很有可能就是一个年轻人，也许他跟你的年纪差不多，也许呢他的年纪是比你小一点点的，你们两个人是有很多的打电话啦，或者是网络通信啦，或者是邮件上面的传递的，也许不会有最刚开始的时候有太多面对面的这种浪漫约会，这种思想沟通交流，可能更多的是借用网络或者是手机的一些通信软件，去更多的了解彼此，讲出自己的一些疑问啦，去真实的做沟通。可能你们都不会是那种社交上面特别厉害的人，都不是那种一见面就有很多的话，大家可能会比较羞涩一些，可能最刚开始呢都还是有一点点的害羞，但是通过这种网络呢，会有更多的去认识彼此，也许他也会偷偷的在关注你的社交媒体呀，看一下你之前的动态啊，看一下你有哪些朋友啊，或者是你自己是怎样的一个心境啊，他会有很多偷偷关注你的这样一个想法，然后呢，他也会通过这个网络问你很多的一些问题，你们其实更多的思想沟通是在网络上面。那对于有的宝宝来说，可能就是远距离，但是呢，你们会打破远距离的魔咒，你们会打破只是在网络上面通信的魔咒，你们可能就会从线上的发展到线下的发展，因为对于有的宝宝来说，可能就是网恋可能是在网络上面的约会网站啦、相亲网站啦，或者是通过社交媒体 Instagram、Facebook、Line 这些方式所认识到的彼此。但是在更多的沟通之后呢，挺认可对方的，觉得你们思想上面可以达到共鸣，语言上面沟通是很顺畅的，然后就会有人坐飞机啦，或者是坐交通工具啦，来到你的身边，想要跟你在线下面做发展。彼此是有比较强的熟悉感的，而且可以给对方带来一种灵魂上面的治愈，给人一种很安心踏实的感觉。两个人会对于爱情有更多的一些渴望，愿意有新的开始，愿意去尝试做一些自己没做过的事情，所以你们的关系是循序渐进的建立的，不会是一见钟情啦，
或者是一见面就干柴烈火、小鹿乱撞的这种情况，而是慢慢的去声波对方，慢慢的去看到对方的好，慢慢的去看到两个人是非常合拍合适的，而且也会去调整适应这种情感关系的连接。跟对方的接触上面呢，你会感觉很平静，很踏实安心，很稳定，是灵魂层面上面有一种比较强的默契感。而且对方呢，他是一个喜欢穿正装的人，也可能他自己的事业职业就是要穿正装的，他对你的情感态度是比较正式的，不会想要短暂的激情或者是暧昧调情哦，他是不想玩爱情游戏的，所以你们在沟通上面彼此都比较认真，他也会将心比心，他想到什么就说什么，不会有太多自我的一些包装，也不会讲太多的一些谎话欺骗彼此，在这份情感里面呢是比较真实的，因为他很清楚真实的去表达自己。如果他把自己好的一面、不好的一面都展示出来，如果还可以继续联系的话呢，那么大家就是真正的去欣赏彼此。如果对方只愿意看到自己的优点，不愿意看到自己的缺点，没有办法包容的话呢，那就早一点果断的去好聚好散。所以彼此呢都会建立一个很真实的状态。那他呢，最刚开始也会有一定很冷静啊，很理智啊，有一定的这种距离感哦。不是一个很懂得甜言蜜语的人，不是一上来就可以跟别人很热络的聊天的人。那你们是有一些破冰这样的一个节奏的。最刚开始也许认识了，有了联系方式，但是呢会有一段时间很偶尔发一个信息，没有很多的聊，但是可能某一天开始就突然聊起来了，会有这样的一个节奏所在。那么这个人呢，本身他就是一个给别人有距离感的人，他可能不会太过于对于爱情积极主动的一个追求。其实你们两个人都在这样的一个状态里面呢，会给这份感情比较这种舒适自由的状态，而你们的爱情呢，不会急于求成，你会慢慢享受这种顺其自然、循序渐进的联络过程。这种喜欢呢，其实有比较强的情感基础。好，那么也代表着大家呢，对于这份感情哦，不会出现怀疑、恐惧或者是担心的这种状态。其实这种信任呢是慢慢去建立的，这种忠诚呢是慢慢建立的。但是很好的是，大家在感情里面都比较理智，都是属于一种比较开放的心态。很可能他在5个月之内就会出现，也许是5天，也许是5个礼拜，也许是5个月出现哦。而对于个别朋友来说，这个人可能之前你们就已经相遇了，你们也许在网络上面就相见了，但是呢，没有太多的聊天沟通，可能在未来半年突然有一次机会又开始慢慢的聊起来了，所以也有一种失而复得的缘分。那么近期就可以看一下哦，你身边是不是有这样的人？如果这个人之前你们已经加了联系方式，那彼此呢是关注得到大家的朋友圈的，然后你觉得这么久的关注之后，这个人还不错，依然单身的话呢，那你也可以去主动的给对方发一个讯息，去开始增加机会进行交流沟通，好吗？那也许最刚开始你跟这个人有联系，但是呢，你会觉得他年龄比你小啊，
或者是那个时候你不想网恋啊，那个时候你只想把心思投放在事业上，那么当下的宇宙也告诉你哦，你是可以搭建机会去重新联络，让这份情感复苏的。好，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除了说在网络上面有遇见这个灵魂伴侣的机会之外，那么还有可能呢是你在经历某种生活变化或者是调整的时候遇见到的对方，比如说你在换工作之后，或者是你在搬家之后，或者是你在开展一个新的项目的时候，你去到一个新的地方的时候，就是你在做一个全新转变的那一个时间段。那也许对于有的宝宝来说，可能下半年你要去别的国家学习，或者是你要去到其他的城市读书，那很有可能去到这个新的环境里面认识到的对方。我们这边呢还出现了五角星3这张牌卡，有一种很团结的能量所在，所以也许对于有的朋友来说，它是你团队合作的时候认识的，也许他是你的同事，也许通过事业你们共同的做某一个项目，也许呢他是你的同学，也许当你去参加某一种培训班，参加某一个关于研讨会这样的一个团队里面认识的，也有可能是在一些共同合作的环境中相遇，也有可能呢它会给你带来很多的一些新奇想法，让你从不同的视角去看待当下，所以也可能是增加你的想法的这种环境里面哦。一些修行的场所，一些瑜伽课啦，或者是冥想中心啦，或者是一些宗教的场所，或者是很安静，图书馆、博物馆，也可能是在社会聚会的地方，有水杯的地方，浪漫的餐厅啦、咖啡馆啦，或者是一些时尚活动、演讲的地方，有唱歌的地方，有演出的地方，或者是在湖边啦、海边啦，户外活动、健身房、领导培训班，还有可能你们认识的周围是有其他人的，除了说在网络上面呢，在线下呢认识的时候，周围可能是有其他人的，很可能是在一个需要团队合作、共同努力和学习的环境中遇到自己的灵魂伴侣，也有可能是一个充满创意、充满艺术氛围、幻想的地方相遇的，也有可能呢是在需要暂停反思的一些环境中相遇的，也有可能是在一个充满社交活动的地方。无论如何呢，宇宙告诉你哦，在下半年呢，你可以多多的去参加一些团队的合作，也可以在下半年多去参加一些艺术展览啊，或者是探索有创意梦想的环境，或者是这些活动拓展自己的兴趣跟社交圈。也可以在下半年多去一些很静谧但是呢又增加思想的这些活动空间，也可以去参加一些比较浪漫的有水杯的这种活动空间。无论如何，你是有比较强的自信魅力的，你是可以吸引你的灵魂伴侣来到你的身边的。所以下半年呢，其实你的运势还是蛮不错的，在很多场合里面呢，其实都可以好好的去展现你的魅力，可动可静。好，接下来宇宙要告诉你哦，
专注在感情的建立上面，实际上是比较好的。那对于有的朋友来说，可能这个人并不会给你建立婚姻家庭，但是呢，他会给你很多积极的影响力，让你在思想上面有更多的开放，更加的活跃，也让你建立自我的一些原则性。在个人成长上面，其实会有更多的健康、自我照顾的好的心态，并且在人际关系里面，你也会学会说不，建立一定的边界感。在感情里面很懂得平衡付出与回报，你也会懂得享受生活，享受爱情，建立很支持的关系。你可能也会跟对方一起去参与各种有趣有意义的活动，创建更多美好的回忆。宇宙呢这边给你一个提醒呢，就是感情呢是需要慢慢的培养的，不要一想到即使他是你的灵魂伴侣，两个人还是有需要思想啊行为模式上面磨合的地方，只不过呢你们很容易去肯定对方，很容易去磨合。在感情里面呢，最好不要有金钱上面的依赖，不要有金钱上面的这种小气的地方。不管你是男生女生，也许这一次那对方请客，下一次呢你就可以请客回去，不要每一次都等着对方来买单，会让你在感情里面更加的平等，也会获得对方更多的一些尊重的。两个人可以有更多互相的玩乐，带他去见你的朋友吧，带他去见你的家人吧，不一定说必须要结婚的对象才去见自己的家人，其实自己的恋爱对象喜欢的人也是可以见自己的家人。那么爸爸妈妈呢会站在你的角度去帮你分析，去可能给你更多的一些经验的，这是非常好的。那把对方带到你的朋友身边，朋友们对他的一些肯定啊，或者是能不能跟你朋友在一起玩乐，或者是他对你父母对你朋友的态度，你就可以看到你在他心中的一个位置了。当然也让他带你去他的朋友身边，这样呢，通过观察他的朋友，了解他的朋友，你大概也会知道他是怎样的人，去看一下他的社交圈，那么你就会更快的了解这个人呢。所以亲爱的，在感情里面呢，还是要有一定的原则，不要有恋爱脑，不要因为一时的冲动就完全不管不顾了，还是要多看一下这个人你们能不能玩到一起去，聊到一起去，但是呢也要做一定的自我保护，也一定有一些的边界感是很好的，特别在金钱上面有一些边界感，是会让彼此的关系呢更加的舒服。好，那我们今天的占卜就到这里哦，祝福你下半年生活愉快，感情丰盛。我们下一期再见，拜拜。亲爱的，我们来接收宇宙给你的讯息。那么在下半年，你自己的桃花运势能量如何？会遇见哪一些缘分呢？看来下半年你的桃花运势还是不错的，是有一定的选择，可以好好的挑选一下。那么当然可能会出现一些比较好的桃花，也会出现偏桃花，所以要做一定谨慎的选择。那么首先呢，你自己在感情里面还是比较拿得起放得下的，你也会给自己创立更多的一些新的可能性。在感情里挑选之中呢，要保持一定的谨慎哦，
不要过度的理想化了，因为可能会遇到一个跟你想法完全不同的人，大家的三观是比较不合的，但是呢，对方却对你有比较强的吸引能力，有比较强的诱惑。这个人呢，要么他的外表是很好看的，要么呢他的经济条件是比较好的，你可能会对他有很心动的感觉，特别是一时冲动，对他有很多的这种渴望，很多的这种思念。但是真正的在一起之后呢，却发现彼此是比较不合的，所以老天爷一定会给你感情上面的考验。当然在这个考验的过程里面呢，也会让你有更多爱情的技巧，会更加在选择上面更理智更成熟，克服恋爱脑，克服对一见钟情的执念。对于有的宝宝来说，可能也会遇到旧情复燃的人，也许遇到曾经比较熟悉的两小无猜的感情，可能有旧爱想要跟你复合，想要再一次的再续前缘。也许对方呢，他会告诉你他已经调整好了，他已经看到自己的不足了，那么这一次呢，他希望你给他更多的机会。那宇宙呢，是需要你好好的选择，希望你可以选择新的人，不要选择旧爱。因为之所以之前分开呢，必定是有分手的理由的，确实是不适合才分开的。那么既然大家已经不合了，就不要再重复到之前的感情里面，放手呢是比较好的。那对于有朋友的来说，在感情里面呢，是需要慢慢循序渐进的去建立关系的，是需要更多的一些互相认识、了解、沟通。即使呢旧的这个情感他想跟你复合，但还是需要很长的一段时间，更多的去重新认识他，带着一个新的开始的角度去认识他。如果你可以这样的一个步骤的话呢，那么你就可以做出理智的分析跟判断。因为下半年呢，你确实身边会至少出现2个人想要告白你，想要跟你建立爱情关系。一个呢，很可能就是圣杯骑士，是一个有水能量的人，很深情，很温暖，很亲切，长得呢也好看，跟他在一起呢也有罗曼蒂克的感觉。那他会给你带来很舒适，有比较强的吸引能力，会给你带来这种很浪漫的感觉。但是这个人很可能是适合谈恋爱，但是不适合建立持久稳定关系的人。那么另外一个呢，可能会出现一个土能量的人，或者是他本身是一个比较脚踏实地的人，他是可以跟你建立持久稳定的关系的，但是他少了一些浪漫，少了一些情感的甜蜜建立哦，可能不会对你有太强的吸引力，你对他的生理反应可能没有那么的大，但是呢，他是很靠谱的，他是很有责任之心的，他是适合做老公老婆，但是不适合谈恋爱的人。你跟他在一起呢，会觉得很稳定，很安心。他是比较务实化的，在感情里面是慢慢的来，但是呢，有一点不解风情，没有那么多的甜言蜜语，没有那么多细微的一些小动作。所以在感情里面，你需要好好的选择，到底当下的你是想要爱情，是想要那种浪漫主义短暂的情感呢，还是说持久主义，想要这种稳定靠谱的恋人，想未来呢大家在感情里面可以开花结果，短暂的激情跟长久的稳定的感情，你想选择哪一个，是要好好的去做一个判断的。好，
接下来我们看到在生活里面，未来这半年呢，你是保持开放的心态，是可以迎接新的感情机会的，而且会给自己在感情里面呢带来更多稳定的一个发展。最主要的是实事求是、接地气的去看待感情，不要一时冲动。最主要的是知道当下的你想要怎样的恋情然后在感情里面呢，大家有更多共同目标的建立，会对你有更好的一种状态，会建立互相支持的、互相情感合作的新进展、新开始的。而且呢，你也可以给自己的生活创造更多稳定幸福的未来。在感情里面，你也可以去做一些实际的动作，把感情缘分抓在自己的手里面，不要太过于被动或者是消极去选择恋人了。如果你喜欢对方，如果你想知道你跟他可以有怎样的一个发展，那你就先主动的去邀约对方吧，告诉对方你今天想去哪一个餐厅，你想介绍给他，你们一起去品尝吧，或者是你有什么好玩的一些活动，你想邀约对方跟你一起去。那这些呢，其实你越积极主动的话，那么你越有能力去掌控你的爱情，抓住自己的缘分。那么今天宇宙呢给你的重要讯息是关于这两个重要缘分的讯息的，因为其中一个人呢可能跟你是有业力关系的，你们的缘分不会特别的持久，在一些业力偿还结束之后，他就会离开你的生活中。那么另外一个人呢，是可以跟你建立互相承诺稳定的关系的。有可能其中一个人他的皮肤是比较黑，是古铜色，有可能他喜欢穿黑色的衣服，深颜色的头发，也有可能你们是通过工作认识的。如果说你在读书的话呢，可能就是通过学习啦，或者是你在参加一些培训班。那下半年呢，你想去参加一些职业拓展、技能拓展，或者是兴趣拓展的话，那你就可以去行动，多去学习，或者是多参加一些公司的活动，也可以多申请一些公司别的一些项目啦，或者是出差啦，通过这样的一种方式来给自己增加更多的一些机会，去认识新的人，去认识拓展自己的社交圈人脉，增加自己的缘分。好，那么首先呢，这个圣杯骑士他应该是一个年纪比较轻的人，要么年纪跟你差不多，要么呢可能年纪会比你少一点点。他的外表确实是比较吸引人的，而且有一种很亲切自然而然的魅力，让人跟他在一起待着是比较舒服，比较感觉很自由很好的。而且他对于穿着打扮还是比较讲究的，有自己的风度，有自己的品味，有温暖的气质，而且他的眼神呢是比较深情的，他的面部线条是很柔和的。这个人是一个典型的浪漫主义者，他追求爱情，愿意为了爱付出很多的努力，而且很喜欢去制造一些浪漫的氛围。但他在感情里面呢是有一些情绪化的，也是比较敏感的，是比较感情用事的人，可能不太追求金钱名利或者是事业上面的成就，但是呢他追求今生爱情上面的这种温暖，是受到情感的驱动的。在人际关系里面呢，他是关心别人的感觉的，是愿意去倾听他人，帮助别人，很善良，有同情之心，性格温柔，而且待人呢都是很友好的。
常常表现出关怀的一种态度，是爱情的理想主义者，很有自己的想象能力，可以看到美好，心态呢是很积极的，有时候会沉浸在自己的幻想泡泡里面，容易受到别人或者是环境的一些影响他的感情上面情绪波荡呢是比较大的。你开心他就会很开心，你悲伤的话呢，他可能也会感觉很悲伤，所以是很容易受到别人的影响的。另外呢，他可能身边的追求者或者是暧昧者是比较多的，可能不是一个很容易果断做决定的人，在感情里面呢有一些拉拉扯扯，当然他也希望得到别人的一些关注。那么这个人呢，他是很注重爱的，可能在感情里面并不会非常的专一。那么另外一个呢，可能就会很专一，是一个年纪也许稍微大一点点，就是比你稍微大一点点的人，他可能是很注重事业、金钱上面是否有一定的成就的，很注重这方面的安全。他可能在遇到自己的真爱之后，他就没有太多的心思放在爱情上面了，他就会把自己专注在这个金钱的创造、事业上面的提升之中，因为创造好足够的财富，实现自己的价值，就可以好好保护自己的爱人，保护自己的家人，所以不是一个很容易迷失在爱情里的人。对于这个年轻人来讲的话呢，爱情对他来说是最重要的。那对于这一位五角星国王的话呢，个人的价值实现实际上是最重要的，不会把自己全身心的投放在爱情里面，是一个很稳定成熟的性格。他身材应该是比较结实的，有一定的锻炼习惯，希望自己的精气神呢一直在线，保持一个好的状态，而且他的穿着会更多的讲究一些，可能喜欢穿正装啦，或者是不注重衣服的数量，会注重衣服的质量。那对于爱情也是这样的一个想法，是很注重质量，不注重数量的。那么他给人的印象是一种比较大气，注重细节，外貌精致的，因为他可能会佩戴一些昂贵的手表啊，或者是他的包包应该不会多，但是呢，也许是奢侈品，也许价格也是比较高的，也可能他会佩戴一些象征自己财富跟地位的一些配饰吧。这个人呢，希望给别人展现出一种有质量还是有钱的一个状态的，是一个现实主义者，关注物质世界里面的成就跟稳定，不是特别在乎精神世界上面的满足，更多的在于一种物质世界中的满足。他是一个喜欢把任何事情都做得井然有序，希望自己呢是有计划，一步一步踏踏实实的去完成自己的计划，完成自己的梦想，不会太过于的自由跟随性。可能有时候你会觉得他有一些无聊，有一些无趣，但是呢，在感情里面他可能没有太多的一些心思，但是会给别人一种很沉稳、很可靠的这种品质，在很多时候都很冷静，都很理智。通常他在做任何决定的时候都是深思熟虑的，非常的慎重。而且在金钱上面呢，他是比较大方慷慨的，因为挣的钱呢，就是希望家人啊可以生活的无忧无虑，对自己的家人、对自己的朋友都还是比较大方的，而且喜欢帮助别人。他也有比较强的这种保护欲望，特别是跟自己亲近的人他都会竭尽全力去保护亲人们的安全跟幸福的。
这个人呢，他会不断的去积累财富，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目标，他也很懂得享受生活，是一个非常靠谱的伴侣，靠谱的朋友。好，那么它出现的时间呢，有可能是在秋天，也有可能我们这边出现了数字4，也有可能是在4天之内，或者是4个月之内，或者是在冬天，就是秋冬天的这个时间段。它出现的地方还有可能在一些赠送或者是给予的一些地方，或者是购买。那我们看到这个五角星6，就是一个人把金币呢，把一个物品给到另外一个人，所以有可能是在慈善活动啦、捐赠中心啦、社区服务机构啦、志愿者活动啦，或者是一些非盈利的组织。那也有可能是在购买销售的一些地方。另外呢，也有可能是在有这种思想交流的地方，比如说研讨会，或者是演讲活动，或者是学习图书馆、教育机构、法律事务所，也许是在有清晰沟通跟思维交流的地方。那我们这边也出现了圣杯6这张牌卡，有可能是和旧的一些回忆、旧的熟悉的地方认识的，比如说老朋友的聚会啦、同学会啦，或者是在你的老家，也有可能是在自己童年居住的地方，或者是公园、博物馆、有水杯咖啡厅的地方，也有可能是家族聚会啦，也有可能是在跟老朋友聚会的一些场所，也有可能是在花园、艺术中心、温泉度假村，也有可能是在户外的，或者是有植物、有鲜花的地方，比如说旅行的时候啦，或者是植物园啦、农场啦、投资公司啦，或者是在公司活动，也许是通过事业工作认识的，非常的奇妙。好，那么具体呢，我们来看宇宙还会给你哪一些讯息。那选择这组牌卡的宝宝们，通过你的，如果你是在读书的话，通过你学习；如果你在工作的话，通过你的事业，通过你的学校，通过你的公司，这些地方可能认识到的彼此，那么多去参加一些学校的活动，多去参加一些公司的活动是好的。另外呢，也可以多去参加一些培训班，多去一些有思想交流的平台、交流的媒介，也去一些熟悉的环境或者是怀旧的地点，这些呢都很有可能去认识到，抓住自己的缘分。最后呢，宇宙告诉你多多的去走动起来，去不同的地方，不要天天宅在家里面，或者是只是2点1线的生活轨迹。这样的话呢，让你流动起来，可以增加更多相遇的缘分，展现自我的一些魅力。而且在遇见自己心动的人，或者是有感觉的人的时候呢，你是可以多多的去邀请对方，或者是直接真诚的表达你的想法的。你在下半年呢，会有比较强的语言沟通魅力你也是可以好好的去展现你的思想，让你的想法被别人看到，让你的感觉被别人看到，这样呢会增加你的桃花运势的。除此之外呢，也可以多一些聚会组织，你也可以组织自己的家庭聚会啊，或者是一些庆祝活动啊，跟你周围的朋友呢多一些联络，然后可能你的朋友也会给你介绍一些朋友的朋友，或者是给你带来更多的一些美好的能量。
跟人际关系上面的互动，以及自我更多愿意去参与、愿意去组织的这种状态之下呢，让生活更多的丰盛起来，自己的能量运势运转起来的时候，你就可以好好的去展现自我了，可以让自己有更多开放的一些心态，可以让自己在感情里面更加的成熟平衡，可以培养更多情感的智慧，建立一个充满欢乐跟感激的生活方式吧。这种积极正向并且乐观阳光健康的生活方式会给你增加更多的爱情选择哟。总的来讲呢，下半年自己的人生阶段会有很多新的开始，也会有很多的丰盛跟美好，自己也会乐在其中哦。所以好好的玩乐吧，大胆的走出自己的舒适圈，大胆的去做感情的体验选择，去和他人分享你的喜悦吧，阳光灿烂的去展现你的美好笑容吧。好，那我们今天的占卜就到这里，祝福你在地球玩得愉快，我们下一期再见，拜拜。